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巨强。为什么？其实我们从东风5型以前，那时候还担心说打不到美国本土，打不到美国本土，现在早就已经可以打到了。最新的东风61可以打到15000公里，也就是说，我在我自己家里就发射就可以打到你华盛顿特区了。可是问题是，这种飞弹它是一个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当然也有机动性的飞弹。可是老实讲一句，你的发射教在哪里？其实卫星都看见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过年期间，先来比比这个今年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一些议题，尤其今年我们的节目会特别也是在关注在中美上面的军力上面的较量，尤其呢，接下来这一整年，我们节目也会看到说，中国大陆在最近这几年在它的军机上啊，有了什么样子的改进，还有包括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除了在军机上面的全力的加速，在6代机之外，今天也会来看到3航母跟核3位一体同步的推进，来对上美军的战力。好，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特别关注到，就是中国大陆抛出它的歼36、歼50的6代机的原型机，那震撼了军事圈之后，2025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歼36推出的3款的原型机，其中呢，这3款原型机的第2架跟第3架的原型机特别的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细节。第2架的原型机之所以特别最受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有明显的改进了，出现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而且呢，长度是向内做缩短的。第3架原型机的特征则是头部是已经完全看不到传统的这种针头的空速管的一个设计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部分。他的美国的空军参谋长是直到了去年的9月才正式宣布，已经有首架的6代机的 F-47的原型机，并且说呢是由波音公司来做建造的，预计在2028年才可以首飞。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6代机在预估今年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的突破 ？F-47真的吗？是看起来要等到2028年才能首飞吗？将军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歼36哈，我觉得最让人家压抑的是它的修正的速度之快，超乎一般的飞机的军工产业哈。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才第1架原型机才亮相，但是到去年年底，它已经第3款的改进型已经出现了。这第1架跟到第3架中间有什么地方的改变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尾管喷气口的改变，原来是只有向后喷的，它现在变成矢量的喷嘴，可以向下喷哈。那如果说可以向左右转动，这个喷嘴可以转动方向，那当然可以增加这架飞机的机动性。那第2个改变是这个轮子的改变哈，这个原来它是前并排的轮子改成前后列的房子改成并排的机轮，那这代表说是它机舱的空间哈可以有所精进，可以放更多的油，或者是放更大型的导弹哈。尤其是第3架，那是连空速管都拿掉。我们知道空速管是如果飞机原型机在试飞的时候，它为了能够测量这些飞机在飞行时候的速度以及相关的数据，所以它会有这个空速管。那如果空速管拆除的话，代表它的试飞主要的这个数据都已经收集到齐了，紧接着下来就可以量产哈。再来，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速度，从1年的时间，从第1架原型机到第3架的改进型出来以后，那如果按照这种速度来比照美国的 F-47，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军工产业确实速度上面有天壤之别。F-47去年是因为这个川普来讲，他认为这个解放军不管是歼20或歼35，或者是这个歼36陆续的横空出世，他认为美军也必须要有新型的6代机，所以要波音将原来他所设计的一张草图拿出来做一个修改哈，然后特别命名叫 F-47。那大家就在调侃川普说47是不是因为他是第47任美国的总统，所以才命名 F-47？可是你看哈，他就算是去年来讲的话，这个川普已经拍板定案了，要生产第6代的 F-47，但是它也要到2028年以后原型机才可以试飞。如果用这种速度跟中国这个歼36对比，你就知道这个双方进展速度差别有多大。再来，我们讲歼36，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战舰？我认为它是属于一个
原来我认为它是一个歼轰机啊，就是它自己本身可以有自卫的防空武力，它不需要靠这个战斗机在旁边护航的轰炸机。那以它3个喷嘴，它可以轻易的突穿到第2岛链来实施对地或者是对舰的攻击任务。但是昨天我这想法有点改变了，因为昨天我看到解放军有一款新型的导弹出来，空中导弹叫PD-17哈，大家去看这款导弹那个巨大，有6点多公尺那么长非常大，人站在它旁边那个比例在下面差很多。那以这个 PD-17，如果说是它的这个装在它的体量那么大，如果说挂在歼16上面是可以，那如果说挂在歼20，可能肚子里面塞不下，就会破坏歼20的隐身性可是如果说这款导弹，那是不是他们就设计到挂在以后歼36，因为歼36很大嘛，它可以将这款导弹挂进去。那这款导弹威力有多大呢？它的射程听说可以到500公里那么远如果就算是对 F-22这种隐身式战机，这个雷达歼灭机只有0.002平方公尺这么小，它也有400公里的射程。然后如果对一般的战机它可以射程到达500公里那它可以轻而易举，再加上如果说是歼轰36本身具有就是隐身的设计，那可以轻易的突破到第2岛链，那它这种导弹射出去就不是打你一般的飞机了，我认为就是打你后面的预警机或者打你后面的加油机。那你想想看，歼轰36的射程，再加上它500公里的这个作战半径，再加上这个 PD-17的导弹的射程，我觉得轻而易举的可以攻击到这个第2岛链后面的战机那它发射的方式采取这个双波段，也就是说，第一刚射出去的时候，它是往太空上面打，往上打，那飞行到某一个高度以后自由落体下来以后，才启动第2段的发动引擎这个对目标来实施攻击。所以我觉得歼36这款战机推出来，如果说未来它再搭配到它的 PD-17那可能这个对美国或者对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说第1岛链、第2岛链之内的所有制空权，会将全部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好，这个是有关于在空中战力，我们上面做了一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对比。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海上的对比，当然会请黄征辉舰长来帮我们做解析。海上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到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海军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迎来了福建舰正式入列，所以呢，在今年的1月份，山东舰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海南三亚的海军基地这边做相关的维修了。现在也在看说他为什么入屋来做维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有这个歼35的舰载机？因为现在歼35的舰载机被视为说它具备这个弹滑兼容的能力，所以歼35它具备这种适配性的改造，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就是来配合搭配使用的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到是004航母这个核动力航母正式的动工了。港媒现在做的分析说，它的排水量超过12万吨。我们来对比福特号的排水量10万吨，004已经超越福特号的意思吗？今年2026年这个开春，我们也会请舰长来带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放军会有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特别来做关注的。2025年呢，是大概人类历史上，那更是中国所有5000年历史上这1年之内，它所公布的这些军武科技的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人类历史从来没有1年说一个国家它从头到尾，有这么多东西让世界惊艳的，而这中间总期程就是让大家亲眼看到，觉得说，哎呦，真的他们怎么会这么厉害的？就是93大阅兵。93大阅兵完毕以后，那个最明显的，全世界大概一直认为自己是军武界老大的是美国，他都自己承认了他们是打不过这支解放军的。那在去年的我所有看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殊的这些军工科技里面，我排3样，就是它远远领先全世界的。第一个是6代机，刚刚这个厉将军有介绍过，那真的领先人家太多了。第二个就是它的高超音速式以及极音速飞弹。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极音速飞弹的那个技术也远超过别人。好比我举个例子，打船的这个飞弹叫做攻船飞弹，如果你超过5马赫，全世界都在研发中。服役的俄罗斯有一个叫锆10，中国大陆在去年的阅兵出现多少？鹰击就是打船嘛，鹰击15、17、19、20、21，而且还超过10马赫的
你就知道它这个方面的技术也远远赢过别人。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航母，它的航母其实现在没有说这么的厉害，但是它的电磁弹射标志的是一个连美国都克服不了。美国的第一个福特舰现在一直还出问题，它第二艘甘乃迪舰从下水到今天已经过了6年7个月了，还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服刑阶段。那我们福建舰呢，只有1年11个月，你就知道说，哎，它这方面为什么会赢家这么多？它的电跟磁瞬间的充电放电也是全世界领先这一个。那至于说2026哦，以我的这个军事科技来讲，我最期望看到什么？你知道，第一个轰20，这是它还缺的一个版。还有第二个就是004，我们希望它是叫做能够是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那至于现在目前据我所知的，就是其实网络上也都看得到，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建造2艘，同时建造2艘，那个航空母舰。第4艘现在已经有3艘嘛，第4艘是福建舰的姐妹舰，也是003，但是它改了一点，它叫003A 型，所以这一艘的编号会19号。然后第5艘啊，是004型，就是004型跟第几艘是2个，第5艘呢是核动力的。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知道过说，它是不是会比美国的这个10万吨还要大？香港也估12万吨，对，那真的会比较大。为什么？因为追逐者有一个比较心，你知道吧？就是我输给你，当我要追过你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东西告诉你说我是赢你的。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神盾舰，神盾舰。美国最大的一艘神盾舰是神盾的巡洋舰，是9600吨。中国最大的神盾舰是动物型，1200吨。你为什么啊？对不起，12000吨。你为什么就是要做大一些呢？就是证明说，我告诉你，我是赢过你的。那我们可以预测得到，就第4艘它的编号是20，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只要是20的，几乎就是一个大突破。轰20，歼20，现在的航母20号。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我们希望明年能够看得到。那最后一个说这个歼35哦，说降在这个山东舰的这个起降弹跳起降，基本上是歼35自己本身的能力，不太可能去改这个山东舰。山东舰这个大概已经都是定了，你要去改说为了它能够弹跳起来，那基本上是要重造一艘这个舰。所以我觉得就是它自己的能力有，因为歼35飞机的确有特殊之处，它的翼面很大。还有2个引擎，那 F35美国的 F35只有1个引擎，它的动力推起来没有歼35的这么迅速能够上去，然后它翅膀又大，大概是目前大概是这样。好，刚刚比的是中美之间在2026会比的在空中战力、在海上战力。第3个，我们等一下请干哥来帮我们比较的是核打击能力，因为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到的核3位一体，中国大陆的3个武器，我们今天会看到的是第一个东风61，第2个是轰20，最后我们会来看到是096。好，先来看东风61，现在说最大射程可以达到1.5万公里，具备机动发射多弹头能力，可以搭载的是极音速的滑翔载具，大幅提升它的这个突防率。空机的核力量的方面，则是这边特别提到新华社点名说，特别期待的是轰20的出现。最后是海基核力量，现在特别在央视的一段兵推画面中出现了096前舰哦，可以搭载的是这个载弹量更高的巨浪3前飞弹。核3位一体的战力，干哥怎么看？好，我们现在看哈，其实我跟你讲，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巨强了。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从东风5型以前，那个时候还担心说打不到美国本土，打不到美国本土啊。现在早就已经可以打到了。最新的东风61可以打到15000公里，也就是说，我在我自己家里就发射就可以打到你华盛顿特区了。可是问题是，这种飞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固定的地下发射井，当然也有机动性的飞弹。可是老实讲一句，你的发射窖在哪里？其实卫星都看见了。对，所以说这个就是陆基核子飞弹，它容易被人家锁定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东风61可能啦，就是说现在已知是六个弹头，但它可能可以携带到10个弹头。这种 ICBM 是完全没有办法拦截的武器，那个是末日武器。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东风61了。我觉得在核子的威慑上面，已经是跟
美国跟俄罗斯那是已经是齐头并进、等量齐观了。所以它一出来，我不会觉得很讶异。不过我们现在必须要讲到轰20哈，轰20坦白讲一句，恐怕还是需要一些时间，预期还要在4年，要2030年才会出来。轰20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电子技术整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讲过态势感知这样的问题。你的态势感知，我坦白跟你讲，如何整合到轰炸机这样的载体上面，其实很困难。还有个更大的问题，轰20它到底现在用的是什么引擎啊？西方专家认为还是用俄罗斯最有名的 AL31，这个引擎就是装在了什么？装在歼15跟歼16上面，非常巨大而可靠。而且我跟你讲，它不会给你找麻烦。那你如果轰20，它是双引擎的话，载2具，啊，它如果是4引擎的话，可以载到4具。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揣测轰20它到底是尺寸多少，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想象图而已。4年前、5年前，珠海航展就说要拿出来了，到现在没有，可见得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在那个就是战略轰炸机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突破的地方。那现在一直着眼于轰6，也就是旧的轰6的改进。其实我可以很直白说一句，轰6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它的设计超过60年之久，它是上一代、更上一代的轰炸机，所以轰6它其实它已经尽到了它作为战略轰炸的空中力量的责任。轰20是万众期待，我觉得像刚才将军讲到歼36我看了半天，我跟将军一定有一样的疑问，这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轰炸机太小，战斗机太大，太大了。你具有3个引擎的战斗机，通常来讲是没有办法当做空优战斗机的。为什么？因为2个引擎最好，1个太少，3个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歼36到底是什么机？可能是歼轰机，也就是说它既能战斗又能够轰炸，应该是这样子来定位。但是歼轰机跟空优纯粹的战斗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如果歼36你的技术可以突破到这个地方，那你歼20应该要赶快追上来，赶快跟上来。为什么？有战略空军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象征。美国有 B1、B2。俄罗斯有 TU-160黑捷克轰炸机，那一飞出来，大家都会很害怕的那种飞机。但是中国这款飞机有点迟了，我们也希望过了年后，说不定会有好消息。最后我们要讲一下096，096这艘战略潜艇，这个才是真正人类决定命运跟对抗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096携带的巨浪3型可以打到12000公里。这个一向是中国海军的短板，为什么？因为它前身是094叫夏朝的夏级，096叫什么？唐级我们现在唐级比夏级要先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排水量增加了4000吨，达到15000吨。然后呢，它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把它背上的那个龟背给拿掉了。你会常常看到一艘船上面它突然怎么多了这么大一个结构，对不对？你知道吗？多了这个结构潜到海里面，美国的那个反潜机常常在听到说龟背又来了，就是嘲笑你中国，战略核导弹潜艇还在用龟背，为什么？这个龟背是以前俄罗斯战略潜艇的前身设计反过来的。那因为那个牵涉到流体力学跟你的那个潜舰钢板的那个问题，那很复杂，那以后再讲。反正我们现在096是取消了龟背，载了一堆的武器，看得目不暇接。像刚刚舰长说的，就有多少东西你知道吗？24枚巨浪3型飞弹，然后10枚长剑10型飞弹，再加上8枚鹰击18飞弹。他说他还要放防空飞弹进去，我说天哪，这船怎么能够载这么多东西？不要以为不可能，中国就做得到，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看到是6代机现在大乱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哈。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一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呢？它叫猛龙战机哈，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哈，很文艺，叫做文窑哈，文章的文，窑它是一个鱼字旁在一个用手摇机的窑的那旁边文窑，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哈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哈，叫窑文窑。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窑系列呢？哈，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窑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哈，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原来的是倒3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哈，那可以增加它的引申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哈，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哈，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哈，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舱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款。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它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它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6代机则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太多的新进展。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啊。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但是
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二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然后预研一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一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这个歼20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是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是，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个差太远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第6代战机的一个巨大差距。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 ？GCAP 如果翻译做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问题是，它这个顶多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了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哦？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哈。好，那有趣的是哈，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哈。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但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的僚机，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那更好笑的是什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
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E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E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E 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
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越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
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达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你05大区，你停到第1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2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
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是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是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